在驾车穿越了太北陡山的崇山峻岭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世外桃源般的华人村落美斯乐。美斯乐的历史要追溯到当年国共开战，原在云南的国军93师败退到泰缅边境之后，部队的官兵和家属就在这崇山峻岭之巅建立了美斯乐这个海外桃源乡。在帮助当地剿灭山贼、开荒拓土之后，泰国政府也对他们开始信任和接纳，才有了如今这个世世代代安居乐业的海外华人文化飞地。美斯乐的夜好安静呀，天上的星星都看得一颗一颗看得很清楚。OK， 晚安，美斯乐，晚安哦。美斯乐的清晨6点钟，太阳开始升起来了。昨天我们入住美斯乐的民宿后，很早就睡了，因为这几天连续长时间的摩旅，我们都比较累，所以一晚上睡得也很香。而今天的清晨，我们被公鸡的打鸣叫醒后，发现站在民宿的阳台上就可以观看美丽的日出和无敌的山景。OK， 终于到了传说中的美斯乐了啊！美斯乐，我们住一个人家这里的农民自己开的小旅馆哦。这个旅馆才700泰铢，绝美的风景啊。OK， 非常不错。虽然并不是那种豪华的住宿，但是足够干净又漂亮。公安监室，这里有无敌的风景哦。哇，整个山谷尽收眼底。哦吼，才700泰铢，相当于130块钱人民币。我好害怕呀！我靠，我觉得这个旅馆啥都好，就这个安全性能不行啊！我靠，这边上有个变态，我靠，我跟老板投诉，我的隔壁住个变态啊！完了，被你看光光了，我靠，太恶心了，这个我的。今天我们这个无敌的3级旅馆又续了一晚上，太爽了。然后老板娘一开心就赏了我们仔表哥吃早餐，一堆豆浆、油条、荷包蛋。反正没给钱了，对不对？没给钱不就是赏你的了，对吧？老板娘挺好的，这个旅馆不错。哎呀，是应该多住一晚上，休息休息，明天再赶路。呀，仔表吃他妈的眼睛都眯成一条线了，已经，我刚开心的来。仔表今天留下来，对吧？娶了老板娘了，说这么好的女人。哎呦，笑死我了！一饭之恩嘛，一饭之恩，当以身相许。首先呢，我们和老板娘确认今天晚上要多住一晚，然后仔彪表示这2天连续摩旅他有点吃不消，他今天呢只想在旅馆里好好休息1天，但是他的外套的拉链坏了，他要我陪他先去村里边找找有没有裁缝铺可以修一下他的外套。那您是出生在中国的还是出生在这边的？大陆啊，你是出生在中国云南大秘鲁这边的？那是后来长大了再出来了？长大又结婚来泰国这里。哦，那其实出生还是出生在中国云南这边了。哦，可以，3个国家您都待过了。我去过大陆宝山，我是啊，宝山对，云南宝山也是很有名一个地方。搞定了。我的儿子会做，厉害。这个地方的人大家都认识喽，对吧？哎呦，这个地方感觉不像在泰国，就像在中国云南的地方，感觉很像在云南那种城里、县城里的感觉。你们大陆好好的玩一下，我只去过云南这边。云南还是蛮好玩的。对呀。云南那边。北京、上海没有去过。啊，昆明也不错了，昆明也是大城市了，昆明跟北京、上海差不多。瑞丽那边都去过了。哦，瑞丽近了，瑞丽比。昌啊，宝山啊，龙陵啊。哦。大理、丽江也不去。
啊，那去过了。也都去过了就哦。没有去过北京、上海。北京、上海。啊，有机会，方便了机。票很便宜啊，可以买张。A few moments later. 今天呢，就哪里也不去啦，就在美斯乐的村里边到处闲逛逛，骑着摩托了。仔彪哥呢，昨天赶了一天的路，累趴下了，今天在旅馆里休息，所以我一个人出来。美斯乐真是每一个小角落都很美啊！这个山坡上开满了黄色的野花，还有茶园，棒啊！由于翟彪哥表示，他今天只想在旅馆里边躺在大床上看看无敌山景，所以说呢，今天我就一个人出来探索整个美斯乐的各个角落。第一站呢，我当然要去拜访一下我们美斯乐的创始者段将军的陵墓。这个段将军陵园呢，也就是段将军纪念堂呢，就坐落在美斯乐村后面的一个小山头上。高高在上的陵园，让段将军可以常年俯瞰他这片曾经创立的海外孤悬之地美斯乐，风景还是不错的。从风水角度上讲，风水也是非常好的。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什么字？这是一个福字吗？对，是一个福字。风范永清，昌怀，这个什么吉吉啊？段将军西文墓。The Temple of General Duan。段将军呢叫段金，字希文，生于1911年，过世是1980年。段将军呢是云南大理人，据他的自传上面写呢，他跟大理的段氏、段王家族有一定的血缘关系。留在海外的遗属和那些后人们创立的泰国的华人村落，保留了非常好的中华文化的那种血脉。村里的人只要是华人，都基本上会说中国话。来这里感觉就会在某个云南的小山城里一样。不管怎么说，历史上的那些功功过过我们很难评价，但是段将军他在泰国建立了这么一个中华文化的海外飞地，就这一点来说，他还是非常值得后人来纪念的。是老太太，外国一些少数民族老太太，和外国游客都说当地商品。这里真的很像云南的少数民族村庄。有很多穿着瑞士苗族傣族衣服的妇女们，然后这是他们镇里的一个小广场。然后这个0公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有哪位朋友懂啊？感觉它有一定的地理标定的意义啊。这些少数民族妇女的服饰跟中国国内那些少数民族真的好像，他们说的话好像也是跟云南那边的方言很像。在美斯乐这里就完全没有在泰国的感觉了，真好这个地方，世外桃源。离开了段将军陵园和镇中心的广场之后，我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就是太北华人义民纪念馆。这个纪念馆呢，非常详实也非常生动地记载了美斯乐的缘起和历史。美斯乐第二个要必须来参观一下，或者说来拜访一下的地方呢，就是这个太北义民文史馆。它应该说是一个纪念馆吧，虽然我现在还没有进入到里边参观，但是应该就是纪念这些当年孤悬海外的国军将领们和士兵们如何在这个太北的小山村里边建立起美斯乐这个地方的一个历史，
我们继续看一下。49年12月9日，云南昆明事变后，神州全面异色，不容于马列主义生活之下之中华儿女纷自投奔异域，流徙于滇缅边境，为了崇高理想，为了生存，奋战于穷山恶水之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凡时有余年，1953、1961，2次被国际压迫撤台。所谓的政治啊，就是这样让一个原本属于同一个国土、同一个屋檐下的人分崩离析。所以政治就是扯淡。哇，台北义民文史馆，养天地正气，发古今完人。英烈纪念馆，浩气长存。这种似曾相识但又完全不一样的这种纪念馆的感觉，其实在大陆也有很多这样的烈士也好，历史也好的纪念馆，但是两边的这种理念是完全不同的。精忠报国。这个地方搞得非常干净，他每天都有人在打扫，有老伯在一直在清扫，可见他们对这个地方还是非常看重的。这里有一个当时台北移民村的一个分布地形，上面看到美斯乐就是我们现在这地方，然后在蜜蜂颂也是叶枫颂那个有个蜜窝，蜜窝以前就是我好几年前去过的那个拉泰村，就是蜜窝村，也是当年国军的一个海外孤悬的一个遗留下来的一个地方。在美斯乐这里战亡或者说是病故的一些将士的灵位为国战亡病故将士应破千秋万载。先生，你贵姓啊？叫易家文。易容易的易是吧？易家文 ，OK。这边还有一个文物纪念馆。蛮好的，我觉得所有的华人都应该来这里看一下，不管是在哪边的华人呢，不管是大陆的，还是台湾的，还是香港的，还是海外的，来了解一下这个中华文化在泰国在海外飞地的这个传承也是很好的。而且这种文化一般，这种历史在我们中国国内也看不到，推荐大家到这里来了。是的，帽子。对，国军当年的帽子。灵位。这个是马鞍，这个是以前那个老兵用过的这个盒饭，对饭盒是有2层，对，第一层就是放米放水是煮饭第二层是放那些放菜就是煮就一起给你吃了，对，放熟菜就能一起吃了这个是光武，对。关公啊，全世界华人都知道，美国唐人街也有关公庙。这个是什么嘞？是一些牌位哦。是牌位陆军少尉余光庭这个牌位以前最旧的这个牌位，对，为了我们后裔后代的人战争的时候他们很厉害他们是英雄现在是我们把这个移过去那边就是在那个中间那个纪念堂里边，对，最开始比较简陋一些，就是一些这个牌子，是的，现在你们换成那个比较好的那个楠木做的那个牌子了，是的，所以这些还保存下，这是老的那一批，等于说，但是也作为文物给它保留下来，很好很好，非常好。
可以。这个纪念的 T 恤衫呢，但这个衣服的话嘞，可能台湾的朋友穿可能比较合适，在我们中国大陆穿的话，可能有点不大方便穿到街上去。不过无所谓了，这也是一种纪念品咯。OK， 美斯乐的历史说不上轻松，甚至有一些沉重，但是没有当年父辈的艰辛，也就没有如今子孙们的安居乐业。OK，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些轻松和壮阔的风景。话说昨天晚上我就看见远处的山头上有一座亮着长明灯的佛塔，那么现在呢，我们驾车上山去看一看哦。在去山顶庙的这个路上，半路上还有一个叫永靖亭的，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观景台。看美斯乐村庄的另外一个。这边相对而言就没有人家了，都是山野风情。哇萨迪卡希利这座庙就是在美斯乐城镇后面这座山的最高的山顶上然后这个庙下面嘞，就是整个美斯乐这个村庄的全景，哇，尽收眼底。这个地方如果没有车的话，要靠徒步上来还是有点高的。先不说这个山顶美景，就单从庙宇的建筑艺术来说，这座庙宇都是非常精巧的。其实，当您到达美斯乐村庄，就会发现整个村落就坐落在太北群山之巅。哪怕您在村落的某一间民宿或者某一家饭店，仰望四周，都会产生一种一览众山小的豪迈。但是呢，比整个村庄更高的，就是这座神奇的佛庙所在的那个最高的山顶。当您登上这个佛庙所在的山顶，您才来到美斯乐地区真正的最高点。在华人佛教文化所影响到的区域，任何一座绝美壮阔的山顶，往往会有一座建造精良精美的寺庙，这在东南亚呢尤其常见。拜访完镇守在美斯乐最高山山顶的佛庙，我发现呢，此时时间已经接近下午1点。那么我要去找个地方吃一个午餐。穿过美斯乐热闹的街区，吃完午饭之后呢，我打算下午去探访美斯乐的东边区域，而下午我所探访的断江静陵园也好，纪念馆也好，包括这座山头也好，都是在美斯乐的西边。而在此时呢，我心里也浮现出一个感觉，美斯乐虽然是一个著名的景点，但是它那种原生态和商业化的平衡做得恰如其分，不会像派县那么热闹。哎呀，吃一碗斜坡上的云吞面，美斯乐特色的猪肉丝云吞面。
整个美斯乐是建造在一座高高的山顶之上，所以这里的道路难免就会是各种急上坡跟急下坡。大家不论是驾车还是驾摩托到这边来，一定要注意安全哈。那么吃完午饭以后呢，我就前往美斯乐的东边区域。东边区域呢，这里有大片的高山茶园，还有非常多品质比镇中心更高，同时也更加偏僻清幽的度假村。游荡在美斯乐村头山间的一天，又发现一个景色绝美的观景点哦。到美丽的地方就停下来。当我离开铺着水泥的大路，驶入美斯乐的山间小道时， ADV 160那虽然不是很强，但也聊胜于无的越野能力，这时候就派上用场了，让我可以在这里的山间地头小小的玩一把越野。这里产的高山茶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我这种对茶叶没有什么研究的人呢，喝起来感觉跟国内的茶叶差别不大。当然了，全世界的茶叶应该大茶都是不差的，但是只有那些对茶非常有研究的人才可以品出其中的不一样哦。啊，整个山头全是茶园。然后在刚才那个茶园的马路对面呢，还有一片可以卖一些茶饮啊、小吃啊、点心啊、纪念品一样的一片区域。想品尝这里茶叶的人，可以直接到马路对面这个商业区过来看看。美斯乐天一坊 Domok My Resort， 真难念这个名字。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比较网红的打卡点。如果喜欢这种比较网红的氛围的朋友，可以住在这个度假村，它价格不便宜哦。门口的这个花坛的造景无敌了，非常用心。美斯乐区域的旅馆、民宿和度假村选择非常多，主要分为2个区域。第一个区域呢，就是我们入住的整个村中心的那个位置，那里呢比较热闹，附近的商店、饭店也比较多，同时价格呢也比较经济实惠。但如果您想体验更加高品质，同时也更加僻静、无人打扰的这种度假氛围呢，我建议你来到美斯乐的东边区域，这里的茶园、田间和山脊上遍布着更多、更加有品质的度假村和酒店。来美斯乐这里，你要多转转，就发现就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这种度假村跟酒店，然后氛围比起那些城镇里的度假村，这里边上的度假村更清幽一些。这个有点中式，同时有点日式的风格的度假村也很好玩，这住处应该也不错的。从那个芙蓉宫茶园度假村出来，这条路上又有非常奇特的景观了。哇，大茶壶旅馆，这里还有2个大狮子，哇，这里还有一个更大的，泰国人民的想象力还是比较丰富的。在这个地方好像已经荒废了，大茶壶里应该没法再住人了吧。经常有人把美斯乐和同在泰北的泰县进行对比，我个人认为呢，泰县更加商业化，更加旅游化，同时呢，它也比较疯狂，整体带着一种嬉皮的自由的氛围，更加适合欧美的年轻背包客。而美斯乐呢，则是那种原生态的、恬静的，更符合我们华人审美的那种悠闲的度假氛围。美斯乐这地方好玩，很适合华人来的。这里基本上老板都会说中文的，菜单也是有中文菜单的，泰语菜单，非常 OK 啊。我们找了一家小店，随便吃点，价格也很便宜。待会儿等它上菜喽。
哎呀，菜做的很好啊。美思乐云南民俗打歌协会。哦哟，云南山歌跳起来呀！啊妹妹啊哥哥，啊，这典型就是云南山歌嘛。这老太太跳的舞跟中国的广场舞，老太太的广场舞一模一样啊。这条路这是巴萨一条街，美思乐市场。明天白天可以来逛逛菜场，晚上大部分都关了。好地方，好地方。这里有一个号称是整个美思乐最早的旅馆，1970年就开张的。但是我很好奇，住在这个桥洞上面几个房间的客人什么感受？下面汽车啊、摩托车呜啊呜啊开来开去的，不会很闹腾吗？这旅馆看起来倒是蛮有感觉的，但是住在这种房间里，这两个房间就算了吧，太吵了感觉。啊，美思乐这里的小学晚上还在上课。他们刚才饭店老板跟我们说，他们这里学校白天教泰语，晚上呢还会再额外有一个时间段教中文、教华语。这小孩子还挺勤奋的，白天晚上都要上课。但这样的好处呢，就是从小学毕业呢就会说双语，学会中文，肯定以后的就业啊，或者说出去闯世界，选择的机会更多了。就跟马来西亚的华校教小孩子要多学中文道理是一样的咯。OK， 随着美思乐华人小学的学生下课，我们今天一整天的行程也就接近尾声了。回到旅馆睡一个觉，明天我们将离开美思乐，前往泰北著名的清迈。